Hello， 大家好，今天是7月1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蛇口冲高回落，盘中一度上涨了12%，最后却是收跌的，很有可能已经进入到了调整周期。在前期连续2次建仓性买入之后，下一次重要的买点会出现在哪里呢？特斯拉维持单边的反弹，来到关键压力，守住一个支撑点，反弹将变为反转。MSTR 如期变盘下跌，大跌后能否抄底？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04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要对于指数有一些明确的观点。阿哲依旧会通过纳指的浪形以及纳指日内的撑压来告诉大家，目前纳指在波段和短线上，它要关注什么？目前是机会还是风险？在了解了纳斯达克指数的环境，而后我们会来到第2和第3部分，是关于个股的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短线策略。这里需要有一个修正，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Coin 我们是短线看涨的，在周四的盘前，阿哲也提醒突破9号 K 线的高点后可以去追涨买进。当时在周五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冲高回落，收出长长上影线之后，这样的一个个股短线上是要小心的。而之前的追涨买点其实已经构成获利兑现了结的一个条件。我们在昨天也会发现，像 Circle、Coin、MSTR 等加密货币的个股在利好出现、利好兑现之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回落，整体波动是比较大的。那如果 Circle 进入到了调整周期，那么像 Coin 和 MSTR 其实也大差不差。而如果整体的市场真的会出现一个回调的预期，那么接下来的一周，你的短线买进，包括波段一些持股，那么整体想要持续的获利，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较为困难的周期。所以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能够认真观看，也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需要做一个温馨的提醒。您也会发现阿哲的目录当中所涉及的标的是非常之多，所以阿哲每次的盘前解析视频呢，一般时间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这一个播放按钮旁边的3角，在点开之后，您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个股所对应的时间轴。这个时间轴呢，都是阿哲所一一去整理的。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快速跳转到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阿哲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纳指的分析，我们依旧看一下之前的防守阴线。在前期的上涨当中，我们说过，像这种阴线的下跌是一种砸盘或者说是洗盘的一种可能。而当这种阴线高点被突破的时候，它就会转为一个支撑位，突破的阳线为一个买点。这种阴线叫防守阴线，它的识别很简单，就是阴线的收盘价比昨天阳线的最低价低，然后它的阴线高点没有比阳线的高点高，满足这2个条件就可以了。那有时候防守阴线它也有可能是一根阳线，也就是低开高走的阳线。而近期出现了2次的防守阴线，2次防守阴的高点都被短期快速突破，说明股价短线上纳指是很强势的。那么这一根阳线以及这一根阳线都是短期的纳指短线看涨点。那么在2次短线的看涨，我们如期出现了上涨之后，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纳指的一个浪形。而在纳指的浪形分析当中，我们在最近的几期视频，甚至呢是10几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目前处于一个5浪的上涨当中。前期的低点调整结束之后呢，市场出现了一个5浪的上涨。那么5浪的上涨空间，阿哲也给到了一些关键的点位。因为当商浪如果明显延长的时候，那么浪1和浪5的位移大多呢会呈现这个斐波那契的比例关系。所以阿哲呢从0.382的点位开始去跟踪，我们会发现，在碰到0.382 20,543.3的时候，股价是不是这一波5浪的上涨出现了首次的震荡型调整？但是后续依旧把防守阴突破，继续上涨。而后目前的上涨，本周呢周五来到了0.5的空间价位 20,916.6。在上期视频我们有提到，当前的价格其实越是靠近某个关键位，你越要小心。在7月18号昨天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也做出了再次的提醒，纳指呢来到了5浪的第2个目标1浪的50%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附近呢，它需要再次出现强势的阳线，或者说跳空行为，亦或者实体中大阳都行。但它最好别出现10日新或冲高回落，一旦出现，说明压力位至少被确认有效，就要短期小心了。
大家注意了，阿德这里讲的是短线小心，但是波段上呢，我们会有更加宽泛、更加宽松的一个防守位。所以昨天的这根高开低走的一个 K 线，它虽然依旧是上涨的，但是因为它在压力位附近开始有所走弱，所以我们认为这里的短线你要进入到一个防守的状态，可要千万的去切记谨慎看多，而不要像之前那样那么激进了，因为它已经到了一个压力位附近。那么对于波段的投资者，我们的一个防守位可以放宽一点，它只要后续的回调，就假如它真的回调，它只要回调，它不去碰到20405.58，那么就说明五浪的这一个波段的上涨，它还是属于一种相对的极强势的上涨趋势当中，这个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对于波段投资者来讲，这里不管怎么去调整，只要不碰这个价位，阿哲呢认为它还是处于极强的上涨趋势，回调呢找做多机会即可。而对于短线投资者，在没有有效成功的站上20916.6之前，我们整场来讲，你应该以减仓止盈为主，而不是去重新的追涨或开新单。这是对于指数环境我们去衍生出的一些个股的交易注意事项，在下周你要千万保守一些。而波段投资者，你相对来讲可以正常的去持股待涨，除非它去碰到这个点位，我们再去重新的观察。当然了，这个点位呢，它会有所变动。比如说下周周一如果再刷新一个高点，那么这个点位要有所抬高，我们后续呢会在下周周二、周四、周六的视频当中，如果有需要会去更新这一点。希望目前为止所讲的内容已经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引发您的部分思考。而假如收听到这里，您是一位老同学的话，阿哲依旧希望您能够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也确实相对的宽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能够顺便的在视频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希望您在观看视频有所收获的前提下，您也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就可以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这里会显示已订阅的字样，而后您再打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个观点在发布之后，您会第一时间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这是作为粉丝的一个权益。那么针对之前阿哲所讲到的盘前解析信息，它其实也是订阅粉丝观众可以享受到的一个福利。这个福利您可能在频道当中无法直接的领取和获得，不过您可以去点击阿哲首页的这一个链接，在您的订阅按钮上边有一个链接，在点击之后，您可以找到阿哲全网唯一的助教，您可以去咨询他有关一些技术面，或说阿哲的订阅福利怎么领取的问题，希望对于新同学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呢，我们进入到日内的撑压环节。阿哲在每期的视频当中都会给到指数和个股他们在下一个交易日所关注的支撑和压力位，这个撑压点位如何去使用，以及我们在下个交易日要关注哪些支撑点和压力点，我们会在这一部分来去作为讲解。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一环节，在目前的图版当中，左侧就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所去更新的一个信息内容了。而这一条信息一般会包含3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刚才所讲到的指数的提醒，第二部分就是短线的个股解析。那么这里面的个股解析，阿哲呢是基本会在每期的行情视频当中会去提及，所以这里就不一一的去讲。不过这里要提醒，阿哲在波段看多的一个标的当中，重新增加了一个 APP， 这个股票它在目前的短线波段上都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就差一些启动的信号。所以在后续阿哲呢也会在盘前解析当中去更新、去跟踪。如果未来在日线上真出现了一些启动的买点，阿哲也会在视频当中去提醒。那么我们看到第三部分呢，就是有关于日内的撑压了。阿哲平时给到的一个撑压点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会在每天的盘前去书写这3个标的他们的短线撑压点位。这个撑压点怎么去用呢？你可以把它作为普通的一个支撑和压力。你同样呢，也可以像阿哲一样，您去关注一下每天的收盘价和这个撑压它们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今天的收盘价在某个交易日的高点压力之上，这么就说明它的多头是比较强势的，突破了日内的压力。反之，跌破日内的支撑，那么就说明多头弱势而空方强势。根据这一个理念，你可以看到右侧的这个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每根 K 线底下偶尔会出现一些红灯和绿灯的显示。这一个红绿灯呢，就是阿哲专门根据盘前的这个点位去进行一个设置的一个指标。假如今天的收盘价突破了预测的高点，那么就说明多方强，底下就会是一个绿灯。那么反之就是一个红灯，跌破了预测支撑。
那么两者之间呢，一个说明空强，一个说明多强，以此在短线上我们可以去比较简单明了的发现多空之间的意愿。我们用此来做一个交易也很简单，就是当市场出现了一个绿灯之后，我们只要看到绿灯在延续，保持绿灯，亦或者是无灯，那么说明这一波上涨还将持续，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而假如出现了红灯，那么就提醒你要注意减仓，要注意风险了。当红灯再次转为绿灯，则重新作为看涨；而绿灯再次转为红灯呢，则再次的小心风险。当它转为绿灯的时候，则重新我们看待机会的出现。所以在这一个绿灯出现之后，没有一个红灯的产生，要么是绿灯，要么是无灯，行情持续上涨到现在。红绿灯它真正的意义呢，不是让你去买到一个低点，卖到一个高点，它为的是当你市场出现确实走强的时候，让你去跟踪市场会不会持续走强，以及市场在走弱之后，它会不会持续的去走弱。这种趋势短线多空的持续性是红绿灯跟踪的一个关键的目的。当然，除了这种简单的使用技巧，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那比如说 MSTR， 我们上期视频为什么说 MSTR 有所风险，要去识别它的变盘可能会下跌呢？是不是用到红绿灯的一个三色交错来去识别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当前的一个市场，在本周的上涨当中，周一是一个绿灯，说明周一的上涨是强势的；周四也是一个绿灯，周四也是上涨强势，而其他的3个交易日基本上是顺延前期的一个强势上涨。那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点，就是这种上涨能不能持续走为绿灯，它不要出现红灯。在周五之后，我们关注下周周一的关键点位，一个是低点支撑，下周一关注20870.89，而预测的高点压力，周一关注21005.33，这2个价位我们作为一个关键的撑压点。下周周一，如果收盘价突破预测高点，则是绿灯，继续看涨；如果收盘跌破预测低点，则说明是红灯。从这个绿灯开始，首次转为红灯，开始做右侧的风险的管理。那如果还在这之中收盘呢，则是无灯 K 线。无灯 K 线说明目前依旧多头占优，只是多方呢，它慢慢的越是多的无灯出现，越是代表原有趋势正在走向衰竭。这就是我们下周周一关注的预测支撑和压力点位，希望对您也能够有一些观察的新的角度的提供。不过这里阿哲要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点位呢，它都会有变动，因为它是短线的多空的观察，所以每天美股的盘前阿哲都会去进行一个更新。那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知道怎么去找到助教领取；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需要再次的提醒一下。您必须得要是点击了订阅的同学，您才能够获取我们每天盘前的这个行情广播，这个盘前解析。在您点击订阅之后，您更加快捷能够找到助教的方式，就是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评论区。打开评论之后，您除了可以留下您的评论，您同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置顶评论，有阿哲专门去发布的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当中是阿哲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您只要点击那一个评论中的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了。在找到助教之后，您可以发送一个盘前的文字，这也是一个领取口令，他就会知道您是订阅粉丝同学，同时您需要未来能够看到阿哲的盘前解析，他就会告诉您如何去领取。领取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阿哲有专门设立了一个盘前的广播频道。您只要作为粉丝订阅观众，加入到那一个专属的 Telegram 的频道当中，您就可以每天盘前都看得到阿哲的信息了。这里我们也简单说一下，订阅粉丝观众呢是远不止1重福利的，阿哲一般呢会准备3重福利，欢迎我们新同学首次加入阿哲讲究频道。第1重福利就是盘前解析、点位预测，在我们盘前的广播频道当中可以去收取。而第2重福利同样也是我们广播频道当中会去日常所去更新和发布的，就是一些技术分析的进阶知识内部直播。阿哲会在每月每周都安排特定的主题班课，我们会在每周都有特定的一些课题去进行一个研究技术分析在股市当中的使用。而这些直播呢，在公开课程当中您是看不到的，只能够在我们专属的 Telegram 的频道组当中才能够去收到所特定的不公开的链接，所以这也是第2重福利，只有订阅粉丝观众才能够享受。第3重福利呢，是我们的交易必学入门试讲，是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去录制的试讲短视频，每期视频呢也就10来20分钟。当试讲视频您简单花个1-2个小时听完之后，您就会知道某些技术分析的一些买卖点。当然了，这试讲视频呢会比较入门，主要针对技术分析可能刚刚学习的同学，希望对您也能够产生一些启蒙的帮助。
以上的3重福利就是我们订阅同学所能够在助教老师那边所获取的3重礼物了。那么接下来阿哲也把本周的课表为大家去进行介绍。像我们本月呢，其实准备了3周的一个课程。而如果您是今天才关注阿哲、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您可以在下周参与我们的龙头派对为利润干杯的每周的主题班课，在7月22号开始到7月25号结束。第1节课程我们会讲到日内龙头、日内个股的一些交易的关键点。第2节是讲短线，第3节讲波段，第4节我们会讲一下有关价值挖掘10倍龙头个股的一个方式。所以下周呢，主要是针对技术面上会讲一下日内、短线、波段、10倍龙头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发现和挖掘。如果您对龙头个股的交易是感兴趣，或者说觉得想要去更加进一步的研究的，可以在加入我们的盘前广播频道之后，那么未来下一周的课程当中可以准时的去参加。我们的课程都是在香港时间上午的10点去进行的。如果您是有时差，那么也可以后续跟助教老师领取每节课程的回放，也是可以的。每节内部课都会留有回放。希望以上的3重福利能够在您刚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就快速的为您的技术分析提供一些学习的帮助。感谢您的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我们会讲到有关特斯拉、英伟达、AMD 的分析。那么首先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目前你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在对于 289.66 出现了回踩之后止跌，那么反弹至今都是一个相对强势的单边上涨。那么现在这种单边上涨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说这里会有一些压力呢？好，那么接下来阿哲呢会在空间的其他角度为大家去进行分析，这里的压力产生于哪里，而它又有哪些支撑，我们不能够去在后续被轻易跌破。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指标的一个图板当中，目前你会看到在最新的 K 线图上有一个白色线，这个白色的均线是阿哲一直所使用的170天的均线。那你会发现170天均线目前已经被触及，而且周五出现了略微的压力，是不是冲高回落，并没有收盘站上？所以170天均线呢是目前所临近最为接近的一个压力，它能否被有效突破？我们的一个判定是什么？各位同学还记得吗？首先，它得要收盘有效站上170才行。那么什么叫做收盘站上？是不是它得要这样子啊，有一根阳线冲上去才行？好，那么站上之后还不够，它得要站上1天，站上第2天，连续站上2天之后，这一根 K 线往往容易是一个变盘 K 线，它容易是市场无效突破170的一个关键 K 线。所以你会发现，之前这里突破170，一天2天，然后就见到高点了。这里呢突破了1天2天，是不是也见到了一个高点？而包括后续的，这里是不是也突破了1天2天，是不是也见到了一个高点？所以170天均线在被突破的时候，你要关注它突破的一个有效性和压力的确认。所以这个位置一旦后续突破170天均线，你要关注它的第2根突破的 K 线，它容易呢是一个压力的产生，这是一点，是在后续是否能够反转时去关注的一点。而接下来你也可以看到这一个彩虹飘带，彩虹飘带呢代表的是一个中短期短波段的一个空头的趋势和空头的压力。在之前的股价波动当中，对于这一个彩虹带一直没有去改变它的一个颜色，无法从一个空方转为多方，所以目前的特斯拉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中长期，它其实都是有受到压制的。那么近期呢出现一个好的现象，在突破了这个短波段的1天2天之后，这根 K 线的高点是没有压力的，被顺势再次被突破，所以意味着短波段的趋势有可能会改变。那么它的改变必须得要守住短波段的支撑，也就是说，股价在下周不管是去验证170的突破有效，去走为反转也好，还是说它会有170的压力而后回落也行，但是它有一个位置是不要去跌破的，就是这一个黄色带。这个黄色带如果再次的受到170的压力而后回落的时候不能够支撑得住，而是被跌破，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它容易又是一个中波段、中短波段的一个高位了。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位置是多少？我们要看到这个飘带的下沿，当前这个下沿是 317.66， 那么它可能后续在波动时也会有上移，但大体呢应该也会在315附近，在这里去盘整。所以股价特斯拉在后续的回调当中，不要去踩破316、315这个空间，只要支撑得住，往上依旧能够看反转。那么这是关于压力位和支撑位的一个解析。我们上方有170的压力，下方呢有这个中波段它的一个支撑。不过目前来看，压力呢会比支撑强，因为这个支撑呢是相对的弱支撑，它是一个空方飘带。
那么从红绿灯短线来看呢，前期这里是一个绿灯，绿灯走后，这里红灯，而后又转为绿灯。上期视频我们说这个红灯转绿灯是一个看多信号，那么目前保持绿灯，那么就保持看涨，短线上的风险会在红灯产生之后去进行一个确认。在这里讲一下，在下周周一你要关注的那2个预测值，我们就要关注一个支撑是325.535，还有一个压力是335.015，关注这2个值。如果下周一收盘跌破325.535，那么说明红灯出现，那么绿灯转红灯，那么这里是要小心的。以上是特斯拉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突破了160.65之后站稳，继续的往上去冲击171.09。那目前171.09走过之后，这里是一个阳线，我们看到这根阳线实体不是很强。上期视频我们说过，短线如果你想在这里去开单是不太理智的，但如果你非要去买，那么可以等一根阳线，中大阳线出现，而后以171.09去做防守，上方去看178.54，那么这是一个短线交易，你可以去看到的。不过这里是不太建议，因为它的位置确实偏高，而171.09目前站上之后没有跌破之前，它的风险都是相对可控的。虽然说周五的时候出现一根负阴线，相对要小心风险。不过在没有跌破171.09之前，我们依旧可以往上，还是看到178.54。而假如在下周出现了收盘价跌破171.59，那么这个位置要小心，对于缺口以及对于160.65可能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这是空间上的看法。我们接下来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这一个中短波的指示带一直保持是一个多头的序列，所以每次股价的回调在这个飘带上呢有所支撑，而后找止跌启动点即可。目前呢是远离了飘带，对于飘带呢有了一定的乖离，所以当前去做多，不如等它回调到飘带附近去止跌找买点会更加香一些。那么这种操作呢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而在这里最好以观望或者说持股去等待止盈点为主。目前在前期的红灯转绿灯之后，保持一个绿灯，那绿灯还在，短线呢就还算是多头有所优势。而我们看一下红灯会否会产生，我们就要看到在下一个交易日的关键点位，在下周周一的时候，你要关注一个预测的低点是170.34，预测的高点是173.33，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跌破170.34，那么就注意了，它有可能要往这个飘带上的支撑去回归去回踩测试。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 目前所看到是 AMD 的空间图表。在上期的一个解析当中，我们说过上方的压力比较大的话呢是168.56附近不过这是一个波段上的一个压力。短线上阿哲在7月17号的盘前解析也有做一个调整。AMD 呢，它的调整还没有开始，但是阿哲更新了一下临近的压力是162.001。我们看到最后这个高点呢，它是在161.96这里受到压制，而后高开低走，在昨天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目前对于波段的影响是不大的，只是短线上呢，也确实这里是一个风险区。那么前期这个相对的跳空缺口打破了2个压力位，目前2根阴线的调整更多的是对于突破是否有效的一个回踩的确认，而当前调整的力度还行，因为2天调整其实都没有把左边这个阳线的低点给跌破，所以整体是可控的。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回调之后再次的波段启动点支撑的启动买点即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短线上它的资金和动能能否给到一些提醒。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为什么说最近这个 AMD 呢进入到了一个风险区，是因为它有一个黄色的 K 线的出现，黄色 K 线呢代表这个波段呢已经进入到一个超买的风险区域。你会发现前期出现黄 K 的位置，不管位置高低，它后续是不是容易出现调整？出现黄 K 容易调整，出现黄 K 容易调整，只是调得深调得浅的问题而已。而目前你会发现黄 K 出现了它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红灯，又出现了跌破黄 K？是不是风险到风险的确认？而当前这一个确认，它就有可能是要往下方的飘带再次的回踩，就类似于前期这里一样。所以当下我们要关注它回踩时会不会出现再次的止跌买点。上一次我们通过回踩飘带红灯转绿灯去买进，吃到了这一个短波段的上涨。那么现在它会不会再给一次机会？那么我们就要看到接下来回踩的一个空间会在哪里了。
当前的一个上方的多头飘带，它的一个支撑是在 146.82， 不过整体在后续的行情走势当中会有所变动，当差不多是这附近，也就是缺口附近，你要等待下跌回落出现缺口附近的一个支撑点去做一个交易。我们关注一下红绿灯是否会持续的一个产生。周一的预测关键值低点支撑是 153.89， 而高点的压力是 158.91。如果下周周一能够出现上破 158.91， 就说明这个调整结束，因为红灯转绿灯为买点。而除此之外，不管是无灯还是继续走红灯，就说明它的调整还在继续，要小心对待。以上呢就是 AMD 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我们开始会讲到比较多的一个个股标的，所以阿哲所花的时间呢，可能会每只标的会简短一些，最多讲一下它的趋势以及它的短线点位，下周一关注哪些撑压。当然，这里第一只标的奢口会讲的相对的详细一点。我们看到最近所关注的奢口这只标的，奢口更多的我们日线上没有多少 K 线，因为它才刚开始能够交易不久，而我们更多看到它的30分钟。在30分钟的时候，我们之前在176附近做过一次波段，而后回落到181.908后，又再次形成了再一轮的波段上涨。这一次的上涨为什么很是强劲呢？因为它经历了一浪的上升、二浪的回落，这一波是一个主升三浪行情，所以它的主升三浪行情当中呢，就相对会比较快一点，并且空间呢不小，整体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而在这一波主升三浪当中呢，很多同学，特别是财生朋友，都赚得不少，那么盈利呢是比较丰盛的。我们在上期视频有给到一个关键的区间，就是 220.11 和 226.95， 而在给到这个价格之后，我们在当天的盘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下跌，也就是周四的盘中，而这波下跌的低点刚好打在了 220.11 附近，所以在7月的17号，阿哲也在开盘不久发现它出现了下跌后，讲到用 220.11 之上去找一些止跌买点即可，你的止损呢就放在 220.11， 这个呢属于日内的短线，当然5分钟呢你白 K 去突破也能够去买进。什么叫白 K 突破能够去买进？白 K 是什么？因为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不一定所有人都是财生，所以对于这个白 K 信号呢可能不太的确定明确。那么当时7月17号的白色 K 线就是在这一个区间出现了3根。那么白色 K 线就说明一波下跌跌到这里，它在波段的角度上是属于超跌的状态。那波段超跌一旦出现白 K 突破，就可以认为是短线的一个交易信号，所以这是一个白 K 的突破买进。那同时在出现白 K 的突破之后，而后的回踩，阿哲这里有提醒，5分钟的蓝色 K 线的突破也同样可以作为一个买点。这里的启动呢，就可以看到左边的高点了。那么蓝 K 的出现，它一般意味着是短线上的超跌啊。白色 K 线呢，说明跌得更厉害一点，它是波段超跌。那么蓝色 K 线呢，属于短线超跌，是调整的时候去关注的。那么这个蓝色 K 线在被突破的时候，是不是又走出了一波上涨？而这波上涨是把左边的高点也给击穿，而后才见到高点。所以在这种三浪主升行情当中，你可以做很多的日内的价差、日内的短线，主要就是你能不能看到关键的点位和止跌的信号。所以蓝白 K 呢，在5分钟、在30分钟当中，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好。那目前为什么说它可能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的周期？在昨天7月18号的美股盘前，阿哲这边呢是香港时间1点57分有发了一个分析，这里面有讲到，目前可能呢是一个4浪的调整，甚至呢是5浪的一个结束。如果目前是一个震荡的区间，那么它的下跌不应该去破 224.188， 那么上涨的压力呢也不该去破 247.219。而在昨天的盘中，虽然出现了短线的大幅的上涨，但最后它的一个30分钟这根 K 线是没有去突破 247.219 的，反而呢是收盘把这一个下方的支撑 224.188 有略微的跌破。所以目前来讲，30分钟的波段呢应该去止盈部分，然后去等待它的调整结束。从当前的走势，如果这一波下跌只是5浪结束高点之后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个位置应该走的是下跌反弹下跌，类似于 ABC 的这种调整，它的调整时间应该会长一些。所以我们更加要去关注的就是下一次的买点应该会是一个更好的、更低的，类似于前方181啊、176这些位置的这种买入机会，只是它的空间可能会高一点。而大家还记得之前在181.908和176.401这种关键点位，我们是怎么去把握这种机会的吗？是不是通过聚宝盆以及白 K 的共振去突破买进？所以下一次在这里去出现的买点，大概率呢应该也可以看到聚宝盆的出现以及白 K 的产生。
比如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Circle 的30分钟，我们看到前期下跌时在176，我们是怎么去把握到一些机会的？当时是不是也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些聚宝盆的信号？但有聚宝盆还不够啊，还需要出现股价白 K 的突破，是不是这个位置白 K 突破了，白 K 消失了？而在这一次上浪启动的点位的初期，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白 K 的场升，然后下方是一个聚宝盆？那么这种位置突破场升181附近的买点。那么现在呢也是如此的，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行情走势。这一波股价的下跌已经开始有聚宝盆的场升，但是上方呢是没有白色 K 线的，没有白色 K 线出现，而是只有蓝色 K 线出现。蓝色 K 线为什么在这一个区间去突破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调整，它有可能是一个 ABC 的走势调整，所以我们用蓝色 K 线，它的级别就不太对应这个调整周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好去看的是未来在下周出现了一个下跌后出现白色 K 线波段超跌，结合我们的一个聚宝盆，而后产生的买点会更好。我们同时呢也看到在日线周期上，日线周期前期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这是不是一个日线的看涨点？跟前面这里红灯转绿灯日线看涨点是一样的。那这一波绿灯的走势走到了周五，出现了高开低走，冲高回落，这是一个负阴线，同时是一个红灯，是不是构成了绿灯截至目前为止首个红灯，首个减仓信号？所以在日线上也跟30分钟走势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已经有了风险的提醒，它有机会再次进入到调整周期，除非在下一个交易日直接出现再次的绿灯，那么才有可能度过这种调整周期，直接延续上涨。那么怎么样会出现绿灯？我们看到下周周一日线上的级别，它的低点支撑是202.895，而高点的压力是243.375，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2TR，P2TR 在日线上还是保持着一个绿灯以及黄 K。绿灯的保持说明短线上呢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右侧风险确认，而黄 K 的出现就说明在日线上目前是一个风险待定的区域。从前面的红 K 转绿 K， 而后蓝 K 是不是突破？这一波上涨其实还是比较好去跟踪的。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红灯，那么黄 K 也还在保持。黄 K 的出现不是说一定就下跌，而是说黄 K 的出现你就不太适合在这里重新再次的去买入新的一个多单。你可以持股待涨，你可以等待止盈点位，但是不建议在这种位置再去追涨，风险会比较大，因为你不知道它何时会消失，何时会出现红灯。所以当前的 P2TR 就还是等待止盈信号，比如说出现一根红灯 K 线。我们看到红灯的判定，周一呢低点支撑是在151.2，高点的压力是154.22。如果股价收盘跌破出现红灯，那么我们认为还灯的风险就开始释放了。那么这个位置 P2TR 你就应该去短线做止盈的操作。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Coin 在昨天出现了盘中强势上涨，但是最后收出10日新长上影线，这是一个比较风险或者说比较大概率会出现调整的一种可能。只是红绿灯上呢，目前还是保持一个无灯状态、多头状态。前期是不是也是3色的转向？我们说3色转向之后，下一根 K 线是上涨，那么就看涨。所以这一天呢出现上涨，那么出现了一个追涨的信号，而后我们出现短线的一个获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除非你说我没有在高位卖，那收盘卖其实也是盈利的，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在出现这种长上影线之后，作为一个正常的技术分析交易者，你是应该要有一些减仓动作，要小心防范的。我们看一下在下周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413.14，高点的压力451.285。那为什么这里你不用红灯去防守？除非你是前面低位已经买进的波段，你用红灯反手可以。但如果你短线昨天追涨的，你这个位置用红灯反手，那是不是红灯出现的时候你就亏钱了？那还不如在上涨时有赚就跑。这也是我们盘前解析说的有赚就跑的一个原因。在短线你今天买进，那么你做冲高，那么就没有必要去等红灯了。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半导体指数。半导体指数呢也是出现了3色的灯，3色转灯，下一根 K 线我们说是一个方向，那么它是不是一个上涨的 K 线？上涨 K 线就说明变盘点是向上去看，但是你的买点呢最好就找好一点，不是说一出现变盘向上就直接买进，我们尽可能找一个强势阳线去买入，比如说下一根绿灯则作为买点，那么现在或者说回调在飘带附近止跌作为买点，这是半导体指数变盘向上我们去找买点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值，周一的低点支撑是245.805，
而高点的压力是249.295。那么波段的飘带是离得比较近的，所以不管是 Coin 还是半导体指数，它哪怕有调整，因为飘带离得比较近，所以整体趋势呢是没有太多问题，它不算是一个波段的一个高位，哪怕调整的幅度应该也不大。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博通，博通的一个整体运作是不是跟英伟达是一样的，也是处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中短波以及中长线都是向上的。而当前的股价在多次回踩飘带都没有跌落，而是出现了上涨机会。只是现在呢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绿灯，保持绿灯。前期这里是一个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之后就保持绿灯，保持上涨，哪怕呢有调整，它也没有出现红灯，还是比较强势的。昨天的阴线是没有新高，然后在这个阳线的幅度之内去波动，所以它是一个晕线。那晕线产生，它容易是一个停顿，停顿之后的转向要注意了，它如果出现红灯，那么是不是方向向下呀？而它同样因为离飘带比较近，所以整体的趋势哪怕有所回落，短期的回调是不会有太多影响的，更多的还是找一些止跌的低点。我们看到预测的低点支撑是278.905，而预测的高点压力是285.43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阿斯麦呢，最近出现了大幅下跌。我们在上期视频说过，这一根长下影线它是一个低点变盘，怎么去确认它的变盘有效？就是它的低点要有支撑，不要被跌破；高点呢，它要被很快的突破才行。目前呢，股价的走势依旧在这一个长下影线之中去波动啊，它没有去出现什么绿灯 K 线啊、向上突破的 K 线啊都没有，所以目前是不能够抄底的。而你看到中短波已经是出现了转变颜色，它变成了一个什么颜色？黄色。但因为它的下跌转变是有点特殊，因为它不是慢慢转的，它是暴跌周转的，所以中短波它的一个参考性就不是很大了。我们更多关注一点就是它处于170天均线向上，而后在170天均线附近，所以这里呢对于一个中长期来讲，如果它的趋势未破坏，那么这里应该是一个低位的，只是它没有买入信号，所以现在不要着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买进？看到目前最新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蓝 K， 蓝色 K 线说明在短线的回调当中，它已经是短线的超跌，那么超跌则容易出现反弹。而这个反弹的力度，如果能突破蓝 K 的高点，那么则作为买入信号，可以博弈一下对于飘带的回归。所以这里你可以有一个买点，突破周5 K 线的高点作为买进。然后我们看一下红绿灯的判定，现在呢它依旧是一个红灯，如果能转为绿灯，也可以算是一个提前性的埋伏买点。周一的绿灯得要突破743.335，而低点的支撑呢是725.57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苹果呢目前在飘带附近，而后出现了绿灯，所以苹果构成回调的一个看涨信号。前面在这个冲高回落的 K 线当中出现了一个红灯，而后调整周期一直在波动，在震荡。难得在昨天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那是否能够走强？我们要关注接下来的一个变动。至少在飘带上，它是一个中短波的多头，而后回调之后出现再次的启动。这里绿灯它还不是很强势，因为它是一个小 K 线的绿灯，所以它只是相对比昨天强而已。那是否能够真的强呢？它最好能够仿包一下我们前期的一个 K 线。所以再一次的加仓信号，最好是再来一根绿灯，再来一根相对实体阳线的绿灯会更好。我们看一下周一的一个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10.442，而高点的压力是212.528，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呢也是在一个相对长的调整周期之后呢，出现了我们的蓝色 K 线。蓝色 K 线它代表了一个短线的超跌，目前它是跌破了这一个中波段它的一个趋势，只是还没有变颜色。所以当前它是属于接近改变中波段的趋势，但还没有改变，所以目前是有可能出现趋势的绝处逢生的。当前蓝 K 出现了，但是没有突破的一个买入信号，只是单纯有一个绿灯。这一波从绿灯转红灯的调整到现在首次出现绿灯，那么这里可以认为它有止跌信号，但是它的买入呢是不能买太多的，因为这是很左侧的一个信号，我们需要等待一个突破左边的这个蓝 K 的高点，而后再去向上看涨，再去跟踪。所以当前的绿灯要么不买，哪怕买也只能试错性的小仓位买，只有突破蓝 K 才能去看涨。而后我们跟踪一下绿灯是否能够持续，它如果立马转为红灯就要小心了。关注下周周一的预测值，高点是711.025，
低点支撑是697.965，关注这两个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呢出现了这种相对如期预料的一个风险吧，因为它短线之前走得太强势了，所以有所调整很正常。在连续的黄 K 之后，我们上期视频提醒有所风险，你要小心变盘。这也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三色 K 线出现之后，下一根 K 线的方向一般预示着变盘方向。这一天是不是十日星，而后是下跌的，所以方向呢变盘向下。而我们的 MSTR 在昨天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个下跌直接打到了趋势飘带附近，所以打到趋势飘带附近就容易是一个趋势上涨时的一个回调低点、回调支撑。只是你要知道它会在哪里支撑得住，它这里一般会有3个比较整长的调整的一个力度。如果直接在上轴去支撑得住启动阳线，那么它会更好，说明更加强劲。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在周一时怎么会出现绿灯？目前是红灯啊。我们看到低点支撑406.665，而高点的压力438.775，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在下周此处的支撑没出现绿灯之前，我们尽可能还是小心一点，不要随便的去抄底，而继续出现无灯亦或者是红灯 K 线，那么这个地方就继续等待。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谷歌的一个走势在延续着中期飘带多头之下，出现了缓慢的上行，整体走的不强啊。在绿灯之后，已经连续很长时间都没有再次的绿灯，说明这个多头确实不强，它一直在消耗之前的多头的力量。所以这种走势下呢，其实就预示着调整不远了，或者说它的多方不出现绿灯的话，它这个位置的红灯它很快就会产生。它唯一好的地方就在于谷歌它的空间是不错的，中短波是在这附近。170也在这附近，所以2个周期它都在这附近有所支撑。那么谷歌作为波段看涨是 OK 的，只是它的一个整体资金青睐性好像不强，因为在启动之后它走的是比较弱的。那么现在呢，你就要小心红灯的出现。一旦红灯出现呢，其实就等到它再次回归之后，我们再去找买点去加仓波段就行。预测的值低点的支撑是185.335。而高点的压力是187.965，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也是回踩到了飘带附近，出现了绿灯。我们说回踩飘带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亦或者是绿灯止跌，或者说像什么蓝 K 出现突破啊，都可以作为一些买入信号。它也是属于中短波和这个170离得相对偏近的，只是比谷歌呢更强一点。而我们看到它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绿灯，所以飘带附近出现绿灯，那么这里可以作为一个新的看涨周期。亚马逊整体的力度也跟谷歌一样，它短线上的资金不是很强劲，所以只能说看波段上行、震荡上行。但是你说短线能够有什么加速吗？可能性就不是说特别大。我们跟踪一下绿灯是否能够持续，它只要不出现红灯，那么波段上依旧维持着多头的方向。低点的支撑是224.555。高点的压力是227.97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SMCI，SMCI 在前面的绿灯之后出现了震荡，而后在昨天出现了一个红灯，红灯出现说明调整开始，空方较强，而它又因为在短波段上处于多头，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回踩飘带，所以这种回踩飘带呢，它往往是一个再次买进的一个机会，只是等待启动点就行。我们看到预测的低点和高点，低点是50.22，高点是52.82，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能够踩到这个飘带之上，而后产生止跌阳线，或者说出现绿灯，那么是一个再次的加仓点，它整体依旧波段看涨。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呢在昨天出现了一个红灯，前天是一个绿灯。当市场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时，则是看涨信号；如果是绿灯转红灯，则是一个看跌的信号。它也是在整体的飘带上属于相对稳定的上行。只要出现飘带是空头的，那么它不转射之前，我们更多的以波段的看跌为主；而上行时，它只要是波段上涨的，以波段看多为主。目前也是的，你最多可以等待它回到飘带附近出现绿灯，再次看涨。而现在呢，离飘带有一点点距离，那么就等待它的回踩，关注支撑表现。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35.905，高点的压力是243.185，关注这两个数值。
以上就是7月1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感谢您的观看，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周2更新，拜拜。